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这条是 Workday 超出预期，第二季度收入强劲，宣布了一项1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该人力资源软件提供商的股价在盘后交易中上涨了约 11%。让我们关注雀巢 CEO 施耐德突然离任，由资深员工弗雷西接任，市场对施耐德的信心下降，股价下跌近 4%。弗雷西承诺专注于有机增长，而不是收购，以重振市场份额和增加销量。让我们关注投资者涌入货币市场基金370亿美元，以应对美联储9月降息。多数基金经理希望降息降低货币市场基金收益，并引发资金涌入股票和债券。然而，大投资者通常在美联储降息前投资货币市场基金，因为基金中的短期固定收益证券范围意味着它们往往比短期国库券提供更高的收益。接下来，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在议会会议上重申政策，表示如果经济和通胀符合预期，将考虑今年加息。尽管他淡化了央行加息对近期市场动荡的影响，但仍表示不会急于进行下一次加息，将密切关注不稳定的金融市场对通胀前景的影响。下一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在杰克逊霍尔研讨会上保持谨慎态度，不会剧烈变动利率。近年来，该研讨会并未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但也不排除出现意外。接下来这条，受美联储料在9月降息预期提振，全球投资者在8月21日前一周涌入股票基金，科技和消费必需品行业获得净流入，黄金和贵金属基金录得约2年半以来的最大需求。下面这条，美股期货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关键讲话前攀升，预期其讲话将影响政策、经济和未来利率路径。市场预计鲍威尔的讲话会影响利率削减的预期，而10年期国债收益率基本稳定。下面这条，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着重谈了住房问题，承诺解决美国的住房短缺问题，引起代表们热烈响应。哈里斯的竞选计划包括税收优惠、租金控制等措施，旨在未来4年建设300万套住房。下面这条，沃尔沃汽车公司将在墨西哥蒙特雷建设新的重型卡车工厂，预计耗资7亿美元，并计划于2026年开始运营。该工厂旨在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沃尔沃卡车和迈克卡车业务提供支持。下面这条，美国政府协商了2026年生效的一些医疗保险计划药物的价格。华尔街分析师预测2027年的清单将包括诺和诺德的糖尿病畅销药 Ozempic， 并对制药巨头产生有限影响。接下来这条，科技巨头崛起给华尔街权势强大的指数编制商带来挑战，他们可以通过一笔交易来移动数十亿美元的基准追踪资金。富时罗素和标普道琼斯指数等全球最大的2家指数编制商正在提出计划，以降低关键指数中最大型巨头公司的权重。下一条，纳斯达克领涨，股市走高，因市场期待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即将发表的重要讲话。让我们关注特斯拉投资者面临困境，埃隆·马斯克的注意力分散，基本面恶化以及与特朗普的密切关系损害了公司的声誉和前景。下面这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该央行开始降息的时候到了，降息时间和速度取决于新数据和风险衡量。最后这条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降低利率之时已到，为美联储准备开始缓解周期的最强信号，对经济影响重大。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在9月份降息。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